奈何人世间没有两全，并非天随人愿。岁月的谋略里，见爱的人渐行渐远。爱已散，不宜结，感性多片面。百思不言，仅凭一点执念。可以为你仆仆风尘，为你奋不顾身，为你山水在一程。生死没能将我围困，说永远的我们，怎么会拱手让人？可以为你孑然一身，做你背井陪衬，为你编一座古城。只是留存那些体温和咫尺的缘分，如何余生与你相看在红尘，故作旁人。行三跪九叩礼，跪，拜，拜，拜。中秋已过，这天儿还是这么热，不是好兆头呀。大礼已毕，所有人都退下吧。宁妃，你留下，本宫想跟你闲话一二。是。皇后娘娘，我知道你心里有恨有怨，我也不知道该从何说起。走到这一步是不得已，但我永远记得娘娘你对我的恩情。你少在这儿假惺惺的。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本账，你心里觉得对别人有恩，可别人心里不这么想。宁妃，本宫很想知道你心里的那笔账到底是什么样的。你跟本宫撒谎，本宫没有斩你；你做事笨手笨脚，本宫也只是数落你几句。你斗胆顶撞本宫，本宫却让太后收留你，就是怕你被其他主子打死。可是呢，可结果呢？你却接近了皇上。叶凝之，你真的是好算计啊！皇后娘娘，我绝对没有背叛你，有朝一日你一定会明白的。没有背叛吗？自打你穿上这身华服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背叛了。我只知道，我一心向着皇后娘娘。叶凝之，你还要撒谎？只是本宫已经醒了，可魏广还没醒。他一个人远在边关浴血奋战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就是把你这个负心的女人娶回去。皇后娘娘，你就是这么想我的吗？那我该怎么想你？你是什么人？你真的了解你自己吗？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吗？你以为你喜欢魏广，你以为你对本宫忠心，其实你只是还没意识到内心的欲望罢了。从前的东贵妃也是这样，一开始姐妹相称，可后来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，不惜背弃昔日情谊。叶凝之，将来你也会这样。是，我就是这样啊。自我入宫以来，我得到了我想要的，
但您是正室，而我只是个妾室。您戴牡丹，我只敢戴月季。您满意了吧，皇后娘娘？臣妾告退。你们先下去吧。前线刚传来捷报，魏广势如破竹，不出2个月便可以结束战事了。2个月？皇上之前不是说要4、5个月的吗？啊？你的脸怎么了？传御医！别，皇上别紧张。你生天花了？怎么会是天花呢？你看，假的，一搓就掉。宁芝，你是每天不弄出点新花样来，把朕吓得魂飞魄散，你就不开心是吗？这是我出宫计划的一环。2个月后，魏大人凯旋还朝，却因为箭伤不得不离开皇宫疗养，而宁妃呢，却生了天花，不久之后就香消玉殒了。原来你已经想好了，要如何离开了。这件事情啊，得好好的计划计划。之前我见到工匠雕刻太后的人像，惟妙惟肖。我还希望工匠也给我雕一个，到时候我就放到棺木中，神不知鬼不觉。哎，不过在出宫之前，我还有好多事情要做，皇上还得帮我。我想整治那个冷坤，让他知道我的厉害。还有后宫的冤假错案必须平反。皇上，你没事吧？魏广也的确是太辛苦了，也该歇歇了。朕也知道，你早晚也是会离开的。无论是魏广还是你，朕都留不住。皇上，长公主已经回来了，不知道何时还会再次发难。这个姐姐一直都不认同我这个皇帝，朕预感，她这次回来就是要预谋篡位。朕觉得生在帝王家没有亲情，身为帝王又没有朋友。直到有一天，朕见到了你还有魏广，恍惚中感觉可以有人去诉说心底之话。可是谁知道，你们终究还是要离开，去过自己的生活，只留下朕去面对这亲人相残、尔虞我诈。满朝文武谁能倚仗，谁会背叛？这偌大的皇宫又只剩下朕孤身一人，夜夜难眠。皇上，是宁芝不好，你为了救宁芝的命，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，而我却只想着我自己。皇上，你放心吧，就算宁芝走了，魏广也会为你应付长公主的。魏大人，我想到一条妙计，等你得胜归来，我就和你一起悄悄离开皇宫。只是我又觉得皇上很可怜，要是我们走了，他就连一个能说真心话的人都没有了。事情的来龙去脉，本宫已告知于你。皇上既然起了心，那么无论如何，他都会得到宁芝。你若还有疑惑，带回燕都后，可当面向服侍皇上的小太监查问清楚。皇上，前线捷报频传，为何皇上还是心事重重？朕听说长公主亲自去前线找魏广了，看来她是铁了心要拉拢魏广。魏广对皇上忠心耿耿，绝对不可能背叛皇上的。你这么紧张做什么？朕不信你跟魏广，还能信谁呢？朕刚刚答应了太后，让广定王回宫，这几日就会到。可是皇上不是说过，广定王和长公主是司马昭之心，路人皆知，绝对不允许他们2人再踏入燕都一步吗？朕也是别无选择了。如今朝堂官员半数上书，连丞相都不能驳回，总不能
让天下人认为朕是那种不顾及骨肉亲情的无德之人吧。先帝在世时，曾经说朕最大的缺点就是妇人之仁，朕也的确是败在这上面。这么多年来，朕念在骨肉亲情的份上，对他们的所作所为纵之任之，没想到他们不但不知感恩，反而在暗中培养了一股势力与朕作对。现在朕也奈何不了他们多少。怎么了？参见皇上。宁妃这是喝多了吗？回皇上的话，方才梨花学堂的宫女将宁妃送回来时，她已是人事不知了。你们下去吧。是。都不用去了。皇上，我怎么会在这儿？是朕吓到你了吗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端端的你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？你知道你睡了多久了吗？3个时辰了。是我失仪了，皇上。你去哪里啊？我你跑什么呀？还没醒酒呢。朕有东西给你看。啊？你看，这画的是谁啊？这是我吗？难道是朕吗？2年前你刚入宫的时候，为太后祝寿表演，当时朕就注意到了，你聪明伶俐，不求人不害人，跟其他宫女大为不同。只是当时长公主和皇后斗得不可开交，朕也无暇去找你。在这之后，朕听说你出宫了，当时朕想，也许宫外更加适合你。之后，由于朕政务缠身，想出宫走走，没想到在街头无意间看到了你。你在表演百戏，你对朕笑了一下，不知为什么，朕也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。朕想留住你的笑，也想留住你的人，可之后你却走了。朕派人苦苦寻找，可再也没有你的下落。当时我娘生病了，我们回乡下休养了。1年以后，你又入宫了，成了皇后的宫女。无意之中，你又救下了朕。朕觉得这就是天意。宁轸，朕是真的很喜欢你。皇上，您这有失高退。参见皇上，我要离开皇宫，请求皇上恩准。
为什么？你就这么迫不及待要离开朕吗？是不是朕吓到你了？皇上对我很好，只是我不想待在皇宫了。朕知道，你来自于民间，对宫里会有所不适，但你放心，朕会一点一点的消除你内心的隔阂。朕也定会好好的待你，不会让你有任何的不适。皇上，我想你应该清楚，我心里的那个人不是你。朕知道，朕只是觉得，即便你现在不喜欢朕，可假以时日，当你看到朕的真心，或许可以明白朕是值得你喜欢的。况且现在朝局不稳，朕也确实离不开你。我知道，魏广他现在还在打仗，长公主和广定王又是狼子野心，皇上你寝食难安。只是，我就算留在皇上身边，我又能做什么呢？我只是一个女人，我根本无法左右朝局。你真的以为你可以轻易的离开吗？你要知道，你杀的人是北应王啊！如果你离开了朕的庇护，他的党羽不会轻易放过你的。到时候不仅你会身处险境，而且你娘和百戏团的所有人都会受你的牵连。魏大人跟我说过，朕事还有2个月就会完结，我就继续留在皇宫2个月吧。还请皇上在这2个月间少来晚香殿，自然就会传出宁妃失宠，到时候我就会找机会在众人面前顶撞皇上，皇上你就可以借口将我贬为庶民，然后赶出皇宫。我想应该到时候就没有人记得我了吧。皇上，您这还有一事要请求，无论如何都请皇上保住我娘，不要让她受到牵连。皇上，你对宁芝的大恩大德，宁芝永生难忘。一切就依你所言吧。魏大人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皇上已经答应我，等你胜利归来，就将我贬为庶民，送出皇宫。我想，出宫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我娘，和她重开百戏团。现在，我正在宫里秘密训练，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像从前一样表演了。魏大人，你不是说最爱看我表演吗？现在我可以在更高的地方表演了。等我出宫后，你要做我第一个观众啊！皇上，这马车已经出宫这么久了，我们这是要去哪儿？稍过一会儿，你就知道了。好，这里呢，谢谢。走了，回去吧。真不错。你也去看看，笑一笑，我带你一起去，看着直边那个头选，练，都小心点儿，别那么懒洋洋的，认真点儿，认真点儿，小心点儿。娘，宁芝，娘，小姐，你回来了。是我不好，让你们受苦了。没有，大家伙儿都好。你好吗？
大家都在，都挺好的。娘，你们不是在北殿吗？我还以为我一出宫就可以立刻到北殿去找你们呢。我之前很早就跟皇后娘娘说了，让她撤除通缉。你们在北殿应该收不到消息吧？是皇上，皇上派人来找我们的。凝之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听皇上派来的人说你现在是皇妃，可是之前走的时候，你不是还喜欢魏大人吗？怎么进了宫，又成了……我做错了事，娘。没事没事啊，不哭。怎么了？事情太复杂了，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说起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日子还长着呢。只是一下子事情变化的太快。对了，皇上派的人还说为娘现在也是皇亲国戚了。皇上还派人买下了这个戏台子，说是给我做宅子用的。从今往后，我们百戏团的人就再也不用四处奔波了。娘，好孩子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凝之啊，去吧。皇上，我知道北应王一案会牵扯到我的家人，我也知道会让你为难。你先不要忙着谢朕，你知道对面茶楼的那个男人是谁吗？他是谁？朕的细作禀告说，他是北应王的人。宁哲，朕处置北应王一事不公，人心难平。此案有人在私底下追查，唯一的线索就是你当女官的那块玉佩。你在宫中，他们不会对你怎么样，他们只会向你的家人下手。宁哲，今日此行，朕就是让他们明白，朕的心中有你，也同样在乎你的家人。希望这样可以让你打消你对家人的担心。这是朕送给你出宫的礼物。凝之，谢过皇上。皇后娘娘万福金安。你们怎么一早就来这永德宫给我请安呢？娘娘是一宫之主，嫔妾们向娘娘请安，乃是分内之事。从明天开始，不要来永德宫请安了，去晚香殿给宁妃请安，以后都照此为之。宁妃是天生的凤凰命，这后宫很快就会是她的了。本宫年岁大了，争不过也抢不过，也不想让她知道本宫想争什么，万一破坏了我们姐妹的情感，那可就大事不妙了。自长公主回来之后，朕总是夜夜不能安寝，总觉头顶悬剑，坐立不安。如今朕在前院捉贼，不想后院失火。皇后，你一向聪慧，应该明白朕的用心。皇上，臣妾愚钝，不知皇上的意思。朕与你夫妻多年，你的那些手段，朕没有不知道的。
难道你还不明白吗？现在你的所作所为，只会将朕越推越远。你想让朕永远都不踏进永德宫吗？皇上，如果臣妾一味逢迎，千依百顺，您就会常来永德宫吗？您也不会的。你好自为之。皇上，皇上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前线来了密函。难道是魏大人战事失误？你不用担心，是他在指挥作战的时候旧病复发。严重吗？幸好没什么大碍。是魏广太过劳累了。这场仗，在魏元帅的指挥下，我大梁已胜券在握。朕想要多派一位将军过去，将那些个残余败将收拾干净，不让魏广再上战场犯险。明知替魏大人谢过皇上厚爱。你不用担心了，用不了多久，魏广就会安全回来。长公主，坐。长公主在前线逗留这么长时间，不曾想过回去吗？还没和魏大人把酒言欢，我怎么舍得走呢？请。魏大人，上次我跟你说的话，你可还记得？我忙于战事，长公主说了许多的话，我都记不清了。我说呀，皇帝是个凉薄之人，他能弯下腰来求你，也能直起腰来杀你。你在前线冲锋陷阵，他已经派了那个陈子琪来接替你的帅位。陈子琪，你可曾了解？略有耳闻。那你应该知道，他是一个见风使舵、唯利是图的小人。论行军打仗，他连给你做马前卒都不配。可是现在，他要来坐享其成了。前些日子，长公主担心我功高盖主会遭到忌惮，如今来了一个抢功劳的，不正好解了我的困局吗？魏大人真是一腔忠诚啊！你魏家满门忠烈，你的父亲可曾告诉过你，你们保的是庞通，还是大梁的江山和皇位？这有什么区别吗？当然有区别。魏家保的是大梁，江山稳固，百姓安康，谁在哪个位置上就保谁。如遇明君，自然皆大欢喜。可是如遇昏君呢？大梁历经5代，从建朝到鼎盛，国富民强，直到现在庞通继位，战乱连年，民不聊生，前朝无能人，后宫是非多，赋诗作乱更是建朝以来最大的丑闻。这不都是庞通一手造成的吗？庞通当皇帝全凭私心，前朝不服众，后宫不公正。魏大元帅，你在焚香祭祖的时候，不妨问问列祖列宗，你们魏家要保的
是这样一个皇帝吗？是吗？元帅，太尉大人到了，末将告退。参见长公主，不知道长公主也在此处。太尉大人怎么突然到前线了？奉皇命前来。皇上得知你最近旧疾复发，颇为担心，所以派陈将军前来助阵。陈将军过几日就会到达，你就可以安心回郾都疗伤了。魏广身体无碍，作战无妨。你可是国家的栋梁啊，你要为皇上好好的保住身体呀。只是区区剑伤而已。不要再说了，皇上已经这么决定了，这也是丞相大人特意前去向皇上请旨，皇上让我前来宣旨的。哎呀，真是有什么样的皇上，就有什么样的臣子。这样的话，我是只言片语都听不下去了。魏大元帅，看来今天你这酒也没心思喝了，我还是改日再来吧。娘娘，众嫔妃又来向您请安了。叶凝之呢？还是没来。他们想进来就进来吧。朗坤到底什么时候回来？有没有给他捎信去？朗大人如今毫无音讯。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万福。娘娘，御医说您的病源于废墟，这些川贝膏作为早膳，对您的病再好不过了。本宫不爱吃这个。本宫说了不爱吃这个。那娘娘您喜欢吃什么？臣妾即刻让人去准备。什么都不用，本宫不需要膳食。从现在开始，一顿都不吃，都别再来打扰本宫了。皇上，你知不知道皇后已经1天没有用膳了？皇后1天没有用膳？哀家方才去永德宫劝她，她说她没有胃口，无论如何也不肯用膳。是不是身体不适？那让御医去看看。御医已经替她去诊过脉了，说她身体康健。她呀，就是个小心眼儿，急火攻心，故意折腾自己给我们看。以前也只有你这个皇上能哄她。堂堂一朝之后，发起脾气来像个3岁的孩子，让朕的颜面何存呢？她若不想吃，以后就不要再吃了。难道你就这么甘心把唾手可得的功劳让给陈子琪吗？皇上的旨意，作为臣子的，我必须服从。那个皇上真的是你值得辅佐之人吗？临阵换将，兵家大忌，他就是为了他的猜忌才做出如此失智的行为。我们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现在回到燕都，还会有太平日子可过吗？你还会有为国出力的机会吗？我们再来说说凝脂姑娘，那是你心爱的女人，你就这么忍心把她拱手相让吗？若是魏燕老将军看到这一幕，他一定不希望自己的儿子走上当初他那条不归路的。
长公主所言句句戳心。我魏广作为皇上的臣子，你觉得我会容忍你如此大逆不道的心思吗？道不同不相为谋，还请长公主见谅。好，如果我不再提那个人，你我可否相交一场？长公主身为金枝玉叶，能得到长公主的垂青，是我魏广的荣幸。长公主，来，我敬长公主一杯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你看，半点伤痕都没有。大元帅，我看你是喝多了。哦，有可能最近身体不适，还请长公主见谅。皇后肯进食了吗？不管奴婢怎么劝，娘娘始终不为所动。这是要绝食致死吗？本朝还从未有过皇后绝食的先例。给皇后强行喂些参汤，可行啊？怕是不行。为什么？臣给皇后娘娘把过脉，娘娘的凤体实在有些虚弱，是靠着一股怒火维持到现在。如果强行进食，就是火上浇油。御医，你告诉朕，如果皇后继续不用膳，会怎么样？启禀皇上，人若4、5日不进食，会伤及内脏；若持续6、7日，臣怕皇后娘娘性命堪忧啊！通知御膳房，让他们做一道皇后平时最喜欢吃的菜。朕亲自给她送过去。是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你们都退下吧。是。朕亲自给你送饭菜来，你该进食了吧？你乃一朝之后，对外当大度待人，对内当体恤朕心。古往今来，哪个皇帝的后宫不是佳丽3000呢？如果皇后都像你这样爱争风吃醋，那你想，历朝历代的皇后不全都饿死了吗？臣妾从来都没有说过不让皇上纳妃，皇上想纳谁都行。臣妾不但不会反对，还会主动替皇上张罗。可就是叶凝之不行，她不能成为皇上的妃子。君无戏言，朕已经当众封凝之为妃了，断不可收回成命。好，若是这样的话，臣妾拒绝吃这些东西。皇上把它拿走吧。都下去吧。启禀皇上，廷尉大狱出事了。是严坤逃跑了？严坤并没有逃跑，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突然仰天大笑，他还边笑边说：“他说什么？他说大梁亡了，大梁亡了。”他居然敢这样说！你告诉他，朕可以不杀他，但朕可以把他的嘴封起来。皇上。随着他的大笑，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一群乌鸦，这群乌鸦落在了廷尉大狱的屋顶空地上。如今人人自危，不知是不是天降异象。好了，朕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宁妃怎么样了？刚才您午歇的时候，她就离开广宣宫了，也没说去哪儿。好，你告诉廷尉大狱的陈廷尉，
我要见一见严宽。是。皇后，多少吃些东西吧。臣妾不孝，让母后担心了。母后身体抱恙，还是早些回去歇息吧。皇后，哀家是过来人，知道军心易变的道理。你屹立后宫多年不倒，难道还不明白吗？今日即便没有宁妃，也会有其他妃子。这后宫从来就不缺新人。你是一国之母，若是绝食而死，史书会怎么写？你那么要面子，难道要让后世人耻笑？母后话里话外，无外乎是让臣妾忍。可这一个忍字，道尽了多少心酸。这一次，臣妾不想再忍了。如果皇上不答应臣妾的条件，臣妾就拒绝进食。你这又是何苦啊？娘娘，您就听太后的劝，何苦跟自己的身子过不去啊？娘娘，是啊，娘娘，娘，吃点东西，吃点东西吧。都别再说了，你叶凝志。怎么会闹到如此地步？前不久你和皇后还互相称赞。女人呐，心胸大起来，什么都能容下。可这小气起来啊，就什么道理都没有了。皇后的心结全在你这里。所谓爱之深，恨之切。凝芝啊，你了解皇后，你得救她的命。启禀皇上，严宽给您带到了。带进来吧。严宽，许久未见，别来无恙。皇上，我们要谈的事情，闲杂人等是不能听的。你们都退下，没有朕的命令，不准进来。是。严宽，朕想知道，在大狱里你在笑什么？罪臣不是在笑，而是为大梁在哭泣。那些乌鸦是怎么回事？你如实的告诉朕。乌鸦是有灵性的鸟，大梁要完了，要改朝换代，他们就飞来给世人预兆。你这是在关心朕，在忧心大梁江山吗？皇上，罪臣有样东西，请皇上看过之后，再对罪臣下评判。20多年前的往事了。当年先帝得了卡血病，危在旦夕，是罪臣帮他摆了7星延寿灯，将他的寿命延长了8年。先帝为了感谢罪臣，就赐下了这块玉佩。的确是如此。那皇上还记不记得
先帝曾经答应过罪臣什么？不管你以后犯了什么罪，都免你一死。那是先帝对罪臣的信任，罪臣定当感恩。因此，罪臣是真心的关心皇上和大梁的江山。而这次皇上召见罪臣，可是让罪臣解惑呀。朕很困惑，如今朝局捉摸不定，瞬息万变。你若真的能够观测天象，朕想听你解释一下当下时局。皇后即将饿毙，长公主也要烦你，魏广又不知道会站在谁那边，对吗？想走出这个困局，只有一个办法：以和为贵。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。同长公主议和，将半壁江山让与长公主。还有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娘娘，娘娘，你不能进去！娘娘，燕宽，你在玩什么把戏？从此以后，所有曾经对长公主不敬的人都要斩。燕宽，你这个妖人，平日里你只会妖言惑众，唯恐天下不乱。皇后娘娘都要死了，都是因为听了你的妖言。先帝曾经公告天下，免我一死，皇上都不敢违逆，更何况你一个妃子。先帝只是免你一死，可是你罪该万死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使不得！娘娘，万事皇上做主啊！皇上，没事吧？刚才发生了什么事？朕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？是他跟朕说了一些以和为贵的什么事情？以和为贵。你们还不赶快把杨宽给押回去！是。皇后已经5天没有进食了，怕是撑不住了。臣妾现在就去御膳房做饭，亲自给皇后送过去。你可不能去，你要是去了，皇后不就更不高兴，更不肯进食了吗？宁芝，你先不要着急，我们再想想别的法子。皇上太后，你们放心吧，我有办法，一定可以让皇后娘娘进食的。不过还需皇上下一道谕旨，让宫里所有的嫔妃都跟着我一起去，而且不论大小，都要在我身后护送我。下去吧。是。皇后娘娘，宁芝为你准备了最爱的膳食。本宫想要什么，你心里最清楚。皇后，我不会脱下这身华服。或许对别人来说这是荣耀的象征，但是对我来说，这是赖以生存的盔甲。你根本就是想要权势，何必遮遮掩掩，打着大义的旗号？以后不论你跟本宫说什么，本宫都再也不会相信你半句假话。皇后娘娘是打定主意要脱下我这身华服啊！你不脱，本宫就不吃。好啊，我就站在这儿，我等着你过来。
我封妃还不到半个月，皇后娘娘可知道我现在的心情？原本以为这条路一定是尔虞我诈、惊心动魄，谁知道宫里的嫔妃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，尤其是被高看的戚妃和赵妃，还日日跑来献殷勤，为我马首是瞻。皇后娘娘若是再多绝食几日，恐怕这后宫的风向就要变了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想说的是，若非你这皇后的身份，根本就没有人在意你是否用膳。在皇上的心里，他已经做出了选择，他选择了我。放肆！所以娘娘若是再不振作起来，恐怕这后宫的嫔妃就不知道该向谁去请安了。皇后娘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们干什么？我告诉你们，永德宫就要换主子了。我劝你们最好还是选择一条明路。皇后娘娘肯用膳了，快盛上膳食吧。御医说饮食要清淡，切记不可一次吃的太多。是。我的宁妃娘娘，您不能夜宿这里，快起来，我们送你回晚香殿。来，好累，我不想动。小姐，你怎么了？做了几天的宁妃，感觉一刻都不能停下来。皇上、皇后，还有皇太后，仿佛他们一直都在盯着我。人处在什么位置，就要操什么样的心。我早就说过，你也许会有这么一天。这做宫女呢，有做宫女的担忧；做女官有做女官的责任。你现在是皇家的妃子，那么这皇家的事，也就是你的家事了。可我不想做妃子，难道这也是命运吗？我要逃！啊！让我再睡会儿。娘娘不行，你不能睡在这儿。就是你不能睡在这儿。哎，娘娘快起来！元帅，最近暴雨甚多，来往燕都的道路变得十分泥泞。陈将军应该是被堵在路上。燕都，我们最近是回不去了。元帅，您这是在想？这场大雨已经下了好几日了，我军军营地处低洼，要在离沣河沿岸，一旦河水决堤，只怕这10几万大军危在旦夕。那该如何是好？只怕我们要转移到灵都的高地。可灵都高地无险可守，一旦我军退去，敌军压上，我军休也。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真正的敌人并不是乌兹的10几万大军，而是这场不停歇的大雨。这场雨已经下了好几天了，难道还要再下10几天不成？皇上，我听说魏大人那边出了变数，是不是？连日暴雨，离沣河决堤，
魏广不得不率大军转移。这样一来，随时可能会受到敌人的反扑。怎么会这样呢？这一仗本来必胜无疑的，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这场雨下的真大，魏大人，你那边也是这么大的雨吗？听皇上说，你们的大军正在转移，现在应该在路上吧？你冒着大雨，走得很艰难吧？可我怎么才能为你分担呢？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？元帅，我们埋伏在离沣河沿岸的斥候来报，乌刺国的大军正在不断逼近灵都。我军外围将士虽奋力抵抗，但仍无法阻止乌刺国大军的前进。照这样下去，恐怕我军会被乌刺国大军团团围住。元帅，这该如何是好？皇上，臣已率军抵达灵都，之前臣预料的最坏结果发生了。乌兹国见我军撤退，举全部兵力自后方将我们重重包围，我军现已陷入全军覆没的绝境。但这也未尝不是一个险中求胜的机会。如果皇上能够御驾亲征，统领余下的10万大军向西进军，佯攻乌兹都城，势必会令乌兹国朝野震动，民心动摇，自顾不暇。届时将无心围攻我们，臣便可率军突围，直入乌兹境内，逼乌兹投降撤兵。皇上，勿要再迟疑，眼下御驾亲征是唯一的办法，震慑乌兹，令他们东西不能兼顾。臣死不足惜，但我大梁10几万好男儿不可殒命沙场，否则乌兹挥师向东，我大梁岌岌可危。宁妃娘娘，皇上吩咐了，任何人不能擅闯。我要见皇上。是啊，娘娘。让开！娘娘，让开！娘娘，让他进来。你们让开！你们下去。是。皇上，魏大人遭遇伏击，伤亡惨重，而且乌兹国截断了运粮的路，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，大梁的10万大军将会全军覆没啊！皇上，朕已经知道了。明智，你身为后妃，就算心中不情愿，你也要做样子给别人看。后宫不能干政，尤其是军政。皇上，你曾经封我为女官，我是知道这其中的厉害的。这10万大军，可是我大梁的精兵啊！难道皇上你就准备这么坐视不管吗？朕何尝不想管呢？魏广让朕御驾亲征，战场上生死未卜，朕这一去，刀光剑影。长公主又蠢蠢欲动，为顾全大局，朕怎么能冒这个险呢？这是魏大人的意思，那说明这是一个良策啊！皇上，你不是很信任他吗？这次就请你救救魏大人，救救他的兵马吧。朕已经召集文武百官，此计风险太大。如若此计输了，就是我大梁的灭顶之灾啊！皇上，宁迟，
你真的要朕活出性命，也要救魏广吗？魏大人自出征以来，百战百胜，从未失败过。我相信他这一次也一定能赢。我请你，这次也一定要相信他。你是让朕再一次对抗满朝文武。朕的万里江山，抵不过你一个小女子。皇上，保重。明知朕归来之时，要见到你第一个站在城门口迎接朕。臣妾明白。也不知道前方战事如何呀？捷报！捷报！前方战报发回，我们已经大获全胜了！这真是太好了！是。太尉，娘娘，捷报！捷报！皇上正在凯旋途中，魏大元帅已经攻下了乌茨6城，乌茨王已经下降书求和，我们已经大获全胜了！皇上英明啊！太好了！娘娘，我等告辞了。告辞。终于赢了。终于赢了。参见长公主。恭喜啊，魏大元帅，立下了不世之功。消息传回燕都，百姓们奔走相告，沿街庆祝，纷纷为你歌功颂德呢。那都是将士们的功劳。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你，叶凝之被封为贵妃了。宫里嫔妃众多，能够一跃成为贵妃，在我大梁还是头一桩，可见皇上对叶凝之的喜爱程度。那可真是要贺喜皇上了，既打了胜仗，又得了贵妃，真是双喜临门。我也要启程回燕都了，这回你可以安心的和我一道了吧？长公主，这是乌茨国送来的铁血宝剑，削铁如泥，吹发可断，是否要见识一下？魏广，回避是没有用的。参见皇上。免礼，赐座。
皇上万岁！您贵妃万读。元帅，打探清楚了，皇上的确册封了宁贵妃，并且举办了册封大典。抖落一地风霜，愿天扶摇直上，给世间解思念的阳。诚心几番跌宕，尘沙可以春香，牵东风怀戎装一场。微光，隔着千山万水，你能看到我吗？你说你觉得孤独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坐着，现在我也一个人在这里。那时候我以为我不会再让你孤独了。这剑穗陪着我爹，也一直守护着我。剑穗一直系在剑上，从未分离过。我把它交给你，无论我身在何处，心都牢牢记在你身上。无论发生任何事情，我们都不会分离。繁华曾经夜幕，悲欢欲然同住，愿孤单都有个归宿。今天你在大殿上第3个愿望是什么呀？等我得胜归来，我要让皇上给我们赐婚。暗淡星光滑落我的手掌，听世界诉衷肠，漫天